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，这个是重庆巫溪县。我们今天主要去看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。我来重庆有2-3天了，有点待不住啊，因为重庆比较闷热，我住在车里的话，晚上是没法睡觉的，所以过2天呢，我就直接往北走了，北方凉快一点。在重庆，我们去看了那个最危险的道路，还看了一个古镇。今天这个是叫做崖墓，就是在悬崖上的一些我们说的坟墓一样的。关键是什么呢？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很多棺木，是金丝楠木的。在悬崖峭壁上面，也叫岩棺，也叫做悬棺，是中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葬式之一，属于崖葬中的一种。在这里是一座山脉，可以看到海拔大概100-200米啊，在这个上面就有悬棺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方这么陡峭，那些我们说的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？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垂直上去，而且上面的悬棺呢有好几十具，太陡峭了。所以古人的智慧啊，不知道怎么这么厉害。悬棺的位置好像是大概在这一块。我刚才在这里听他们说，这里以前呢有2根绳子，就这一块一边，然后这边一根，就是说啊，因为是当时那个90年代，我们说的央视来这里，可能是拍纪录片还是什么考察，有绳子，但是我们现在是看不到。我们现在就航拍来看一下这个独特的东西。眼前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金丝楠木材质的棺木，因为这个地方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按照资料来说的话，它这个是巴楚文化嘛，因为重庆那个时候属于巴楚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研究巴楚文化及那个时候少数民族葬制的一些实物资料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已经有2000多年，那么这些棺木为什么会保存这么久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材质的问题，金丝楠木。其实金丝楠木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在那个四川、贵州，反正就在西南这一块。我们说古代皇室采集这些金丝楠木，也是从这边通过长江这些水域运送下去的。在全国很多地方，我们都能够发现这种悬棺，但是真正如此之多的，然后又保存这么完整的，时间这么早的，少之又少。最重要的是比较奇特，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放上去的。它首先要在悬崖上开凿出来了，就我们说的要开凿一条路一样的，就是开凿出悬崖上的洞穴。有了洞穴之后，才能把这些棺木放上去。所以在这个上面，在2000多年前，当地的人是怎么能够开凿出这样的洞穴？因为不是土，这个是石山。那个时候的话，铁器都还不是很发达，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基本还是铜器。那么在这个悬崖上要开凿出来的是困难加奇迹，可以这样说。那么把这些洞穴开凿之后，才能够把这些棺木放上去。那这个棺木怎么放上去呢？很多人我们看那个龙虎山，通过是什么滑轮那一些，那这里是不是呢？就无从得知。但是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佩服他们的智慧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崖壁上面看到的棺木大概有40-50具，都是金丝楠木的。也就是说啊，放了2000多年还能够保存这么完好，确实令人惊叹。所以很多谜底啊，就真成谜底了，真成秘密了，因为我们无从得知它是怎么弄的。但总体来讲的话，能够葬在这个上面，那么代表呢，这个主人身份肯定是不一般，有可能是一个部落，也有可能是一个家族，一个大的家族，或者是当时这里少数民族的一个部落首领一样的。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些的棺木跟我们平时看帝王陵是不一样的。它这个棺木呢，是由整个木头挖空的，就是在一个完整的木头里面挖出来的，用刀劈斧凿，工艺比较粗糙。那个棺盖呢与棺身大概是相联合，
一般长约 1.6 米到2米，宽是 0.5 米左右，呈不规整的长方形。因为时间太早，工艺呢还达不到。我们看到唐、明、清的棺椁啊，基本上是有工艺出身的，那这里是没有。我们现在看到一具棺木呢是打开的，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因为毕竟2000多年前的东西。然后棺盖呢不知道是损毁了还是去哪里了，反正是已经没有了。除了这一具，其他的基本上是保存完好的。1980年，四川大学历史考古系的老师和学生在这个地方考证过。当时他们发现这些棺木啊，全是由楠木制作的，其中里面呢还有焦黑的痕迹，就是说可能是用火烤的，然后再把它挖出来，弄成棺木。棺材两头有柄，柄上有眼，可能是方便抬运，也有可能是方便我们说的可能吊上去，吊到崖壁上面。其中考证有一具棺材里面有2具小孩的遗骸，可能就是部落首领的儿子，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，这个地方葬的可能就是一个部落首领的一个家族。那个小孩大约11到12岁，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女孩，是陪葬的，就是殉葬的，14、15岁左右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殉葬之种是非常残忍的，很过分的。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悬棺是怎么安放上去的，这个谜底到什么？有几种说法。唐朝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人死后，那么有人在那个山上半中间挖一个洞出来，然后呢用绳索把棺木绑住，慢慢放下去，就是从底部放下，就跟我们现在高楼清洗外墙一样的那种方法，吊着。第二种就是放脚手架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建房子外面放脚手架，一层一层这样斜着上去，然后棺木慢慢的通过这个脚手架弄的通道放进崖壁崖龛里面。第三种就是我们最熟知的，经常看悬棺表演，就是说安放滑轮，然后把它吊上去，就吊到悬崖绝壁的洞穴里面。这个滑轮在战国时期的墨迹中有记载，所以呢有记载，那么应用肯定更早。所以很多人就说这种滑轮的悬棺是最为能够让大家接受的。还有一种就是说，有擅长攀岩者分批次将尸体棺木运送到崖洞安葬，这个土家还有这样的人。但是呢第4种应该是不可信，因为这里呢跟地面基本是垂直上去的，而且高度大概140米左右，所以背上去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？我们也无从考证，因为这个地方跟其他很多地方的崖壁是有点区别的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棺木是怎么放上去的呢？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安葬的，古代老百姓的智慧确实厉害。